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议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很关心这个美伊到底现在谈到什么阶段呢？好，我们前一天有特别讲说啊，我不算它叫做破局哦，只是叫它未果啊，因为接下来还有第二局，但是我们要先看到川普啊，因为川普现在又转弯了。过去大家有听到吧？他说啊，你这伊朗再不怎样讲，我就要封锁赫姆兹哦。现在有改口哦，他变成说要封锁伊朗港口，而且这时间点也曝光。我们先看到他在4月12号的时候是这个大张旗鼓的说啊，这个结束谈判之后，川普扬言要全面的封锁赫姆兹海峡。好，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同一天也发声明说啊，美国仅封锁船舶进入伊朗港口。好，所以在隔了一天13号的时候，川普就马上改口了，就不太讲说这个赫姆兹海峡了，则是说啊，美国也就是台湾时间的昨天晚间10点封锁所有试图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他明显是有在改变他的说法。好，那当然川普啊，他也对于这个确认美军对伊朗的封锁开始，他有一些谈话，我们带大家听一下。We can't let a country blackmail or extort the world, because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really blackmailing the worl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nd you know, the amazing thing is, we don't, can you believe this? We don't use this trade. We don't need this trade. We have our own oil and ga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好，可以看到他持续的用他的那一贯态度在告诉他说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敲诈勒索全世界。好，但是现在说美军的封锁生效，因为呢，川普说伊朗158艘的海军舰艇都全毁了，但是美军还没有击沉伊朗少数的快速攻击艇，所以美方不认为它还会构成多大的威胁。那现在呢，川普封锁整个赫姆兹的第一天，其实呢，这个美军是说有超过15个舰艇的阵容曝光，有3艘船舶是急掉头。好，这是《华尔街日报》所报道了包含是美国的这个海军已经在中东部署超过15艘舰艇来支援封锁的行动。好，那封锁上路之后，至少有3艘船舶在接近赫姆兹海峡海域的时候，那接连的进行了大回转。好，那美国的官员就说啊，其实美军在中东部署的大概是16艘的军舰。那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的有林肯号因为林肯号的航空母舰在其打击群被发现在这个阿曼湾，距离伊朗的海岸大约是125英里。好，那可能大家对于英里的这个数字不太理解其实它就是201公里那如果从国一来看的话，就是从台北到彰化的这个路段这样大家可能比较有清楚的概念。好，那当然除了林肯号之外，我们也看到上个月底从美国启程的这个布希号航舰也已经在非洲的南部纳米比亚外海活动。好，研判是沿着非洲来绕行，前往中东的阿拉伯海来部署。那到时候美军就会有3支航舰打击群持续的包围伊朗。好，那这3艘包含什么呢？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布希号、林肯号嘛，那还有的一个就是这个福特号这3艘的这个航母打击群。那另外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全狮号2栖突击舰也现踪关岛。那说感觉有一个态势，就是3航舰2准航舰是围着伊朗将成型。好，这个全狮号的2栖突击舰目前是在关岛附近执行任务。那如果全狮号是预计在本月的下旬要抵达中东，就会使得美军在中东拥有3艘航舰2艘准航舰的庞大兵力。好，这2艘准航舰是什么呢？一个是全狮号，另外一个就是迪黎波里号他们会进行会合。那当然也可以看到说可以对伊朗发动进一步的攻击。那这个全狮号说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在说它有可能可以利用全狮号跟迪黎波里号来进行地面的夺占能力。所以是不是川普也有所准备呢？好，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但是目前伊朗的这个反应他也是认为说
这个除了美国之外，他还要求另外5个中东国家要赔偿，就是巴林、沙烏地阿拉伯、卡达跟阿联酋还有约旦，他说要对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进行赔偿。好，那美国的这个封锁一旦实施的话，现在伊朗也放话说我们会重启对波湾所有国家的攻击。那现在看到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打击造成了像是20名的海员丧生，39艘的商船沉没，还有110艘的渔船这个损毁。伊朗就说如果他们的航运枢纽有受到威胁的话，也会对波斯湾及周边的港口来发动攻击。那伊朗的这个反制举措就会加剧了像荷姆兹海峡一些对峙的局面，所以变成说要么就是人人安全，要么就是无人安全的一个状态。那伊朗的国家广播电视台则说，美国威胁封锁荷姆兹就是一个海盗的行为，所以他们强调，即使是在战争之后，伊朗仍然是计划永久的控制荷姆兹海峡。好，这毕竟是他们的一张王牌嘛。好，那我们最后再看到的是川普下令对所有的伊朗港口实施的这个船只封锁。好，伊朗就批评这是海盗行为，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忧虑，那可能就会冲击到全球能源的供应跟海上的航运。好，那当然这件事情看似已经也有一些替代方案，包含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可能可以从这个沿部红海出发。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了川普每次都喜欢讲荷姆兹但是这荷姆兹究竟他们有没有办法封锁？其实伊伦是保持蛮大的怀疑态度。好，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这场战事？其实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到底川普有没有真的封锁了荷姆兹海峡？那在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之前他又改口了。他虽然说没有他口，可是他改口，他说我不是要封锁荷姆兹海峡，我只是要封锁伊朗的港口，仅此而已大家注意到他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伊朗的港口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伊朗港口还在运油出来，他还在卖油，这绝对没错。而且这每天卖的数量大概190万桶，其中有150万桶是卖给中国大陆这150万桶对中国大陆重不重要？我特别要讲，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大陆每天消耗的原油大概是1500万桶到1600万桶左右。那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他之前买最多的不是买最多了。就是从那个国家里面，他委内瑞拉卖最多给他这个100万桶卖给他。那如果说是现在再少掉这伊朗的150万桶，它等于有了250万桶的缺口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以后发展就很大。因此，昨天当川普讲这种话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到中国大陆的反应是什么？你等于说直接。中国大陆就是明显就针对我的能源而来的嘛？你说封锁伊朗的这种港口，是不是就是不让伊朗的现在油卖给我？所以对中国影响确实是很大。所以昨天晚上，中国这个好像是董军是他国防部长讲了几段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不接受这个阻挠我们跟伊朗之间的贸易是基于公平公正国际的贸易，我们尊重这个海峡航行的自由。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中国有一艘邮轮就直接从荷姆兹海峡过去了，然后美国到底拦阻没有？我们现在来讲，好像还没看到中国对这艘邮轮来拦阻。我给各位看一下有图有真相大家看一下。中国有一艘邮轮这艘邮轮大家可以看到它叫复兴号，富有的富我是翻译的啦它是富，就是英文里面充满很多，还有人把它改成叫 rich， 就是有钱的。星星这个有富有的星星复兴号，它昨天你看它不管是航速什么都标示出来了，它现在的位置已经通过荷姆兹海峡到达这个地方，已经到达这个地方。那后续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不是美国要在这个地方实施拦截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当后续来讲，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看出来。但是目前听说它继续已经通过美军的封锁线了，可见的美国这个对于中国这些还有盟邦友邦的国家，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我想，如果中国大陆这次你真的是封锁它的邮轮或登船检查，你要知道在海上，你对它邮轮登船检查，你等于是说，这假如我挂的是我国籍，你到我船上来的话，等于踏入我的领土。大家都还记得银河号事件嘛？当初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军力比较弱这个美国就强行登轮去检查，你等于说强行踏上人家国土，没有经过外交的协商，那你就踏上人家国土。同样。
样的道理。那这次我们看到，如果说这艘油轮确实就通过这个荷姆兹海峡啊，将这个油送到中国大陆，因为这个很明显是中国大陆的船，挂的是中华民国，这不挂的是中国的国旗哈，上面的船员也都是中国的船员。那很明显的是，这艘船上面的油是要载到中国大陆去。那如果美国真的不敢拦阻的话，不敢登船检查，我觉得川普只跟嘴巴讲一样。当然，川普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之后还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啊在贸易上面有所来往。虽然说他放了很多风声啦比如说要客关税了，要干什么，甚至于说是5月份还要到中国大陆去这个川习会。可是我们看到这次不管委内瑞拉或这次行动，几乎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能源而来。那我相信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一定是寸土不让，一定会跟他力争到底。对，所以有人也觉得说，川普的喊话常常可能是要逼中国大陆。那当然，我们刚刚将军觉得说其实他只是喊。好，我们就来问赖教授怎么看。川普的这个海峡封锁，他在执行上有难度，所以他需要很多时间。但他事实上也在争取谈判的空间。所以目前传出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很有可能在4月16号，他们要进行第2回合的谈判了。是。那今天是14号了嘛，再2天就要进行第2回合谈判。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准备谈判，二方面彼此之间都在升高这个对方的压力。但是很巧妙的地方是在于，川普就不再谈他要毁掉波斯文明了，因为他已经翻篇了因为他要毁掉波斯文明的时候，引起全世界的挞伐，全世界都没办法接受，说你要毁掉波斯文明，你这个违反战争罪。那他也不再谈他要把这个伊朗的大电厂炸掉，伊朗的所有的桥梁炸掉，都不谈了。这个事好像就云淡风轻，再也没有了所以川普他脱身了，他让他自己跟他的官士兵都免于战争罪他也不用让他的官士兵在抗命跟这个战争最中做选择了，好像就过去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那他要怎么封锁？目前的战略学家，尤其是美国的海军前司令，他的评估是认为，以中央司令部所宣布的封锁来计算，因为他由中央司令部宣布的封锁是东边，就在阿拉伯海，那至少要6艘战舰。6艘战舰中，当他有2艘在执行拦截登船检查、扣押的行动的时候，有4艘船要戒护，要保护这2艘战舰的安全。所以这4艘船，它基本上来讲，在这段时间只能执行这个拦截的任务，但是不能够去攻打这个伊朗，因为他要防止伊朗利用无人机、无人舰、无人水下艇，还有就是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导弹快艇对于他们的攻击，因为它等于是6艘战力就卡在那个地方了，然后来拦多少呢？一天每一艘船只能拦3艘货轮，3艘船，所以6艘船总共只能拦6艘船一天这个是他们的伟大的战果。那另外更困难的地方是在左边了，赫尔木兹海峡以东的地方，他们的估计需要2个航母战斗群，15艘船。那2个航母战斗群目前小布希号还没到，最快要到星期5才能赶到，所以目前就是1艘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可是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如果要拦截的话，它的船就必须要往前靠了，也就是要离开印度洋，然后往这个赫尔木兹海峡阿曼湾这个地方来移动。那林肯号航母被反舰导弹跟无人机来去攻击的几率就升高了，还有它必须要有更多的护卫舰来保护林肯号的安全，它才能够开始在这个地方来执行。可是这个海域有1000多公里左右的海域，那因此一个船队开始过去的时候，那请问美国，这个好像我们在交警一样，我们的交通警察要我有时候我们像回家了，晚上回家的时候走麦帅，然后都会发现我们的交通警察都会酒驾检查。酒驾检查的时候，他就一辆车过来临检，可是有的时候旁边的车就继续过去了，因为他只能一次临检一辆。后来他就干脆把整个这个走道把它缩成为1道街嘛，过去是3道，那2道就继续走他的，1道被检，那被拦的人就很火就我倒霉，就抽查嘛，就一直走嘛，对不对？好。
那问题就在于海洋那么的大，船那么的重，那他怎么去拦呢？而且哪些船它不停，你又能怎么办？他就一直走下去。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军舰在这个时候也要借护，为什么？因为他也很有可能会被挨打。所以很多人就问说，那大家看嘛，看美国人怎么闹笑话。因为当他要开始拦截的时候，他到底要怎么执行？对啊，感觉这个美国这边付出的成本要蛮大的。老师怎么看？哎呀，美国就是在闹笑话。我坦白跟大家讲，刚刚川普讲的那句话真的是无耻到极点啊！这个人又笨又坏，真的是非常无耻。他说绝对不允许一个国家威胁勒索其他国家，这不就是你干的关税的事吗？啊，去年从4月2号开始，什么对等关税，这不就这个事吗？他骂别人就是在讲自己。废话嘛，大家都记忆非常清楚啊。那美国就是无耻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全世界都不允许的国家仗着自己的强权啊。然后第二点呢，大家要搞清楚啊，2月28号以前荷姆斯海峡是自由通的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但今天问题的话呢，你讲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美国根本不需要这个海峡，所以的话呢，不能够准许伊朗在那边收保路费。这个过路费的话不准许伊朗收，我们美国也要收，你不让我们收，我们就把你全部封住。所以伊朗说你这不海盗行为嘛？是你逼着伊朗想到这一点，伊朗不用卖油收过路费就行了。那这个不是你搞出来的吗？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国家需要从波斯湾里面送出来的油跟气对不对？欧洲的亚洲的都非常多的国家，大家要了解那美国你自己讲说大言不惭，讲说你不需要，你真的不需要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美国也需要中东的油呢？要是荷姆斯海峡送出来的油呢？因为中东的油基本上在提炼的过程当中，跟美国自己所产的油、页岩油的提炼方式不一样。美国也一样需要中东油，否则为什么大家都在谈美国现在加油会变贵了呢？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你这不是说是这个杀人1000自损800吗？你干的不就这个事吗？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大家摊开地图一看，美国离这个荷姆斯海峡多远？你跑到这边来搞了这么多10几艘船来那么我自己看得很明白了。我让大家回忆一下，林肯号曾经被炸过好多次，到底有没有被炸过？大家不知道。那个时候说300公里以内会挨炸，所以就撤到1000公里，现在跑到200公里以内来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伊朗设计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全面恢复开打，需要停火2周嘛，2周以后一开打的时候，你就看看美国能不能够封锁伊朗所有的港口。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毫无道理可言。在这种，这不世界都在看笑话，没有任何盟邦愿意出来帮助他。好，所以我们看到美伊现在两国的谈判可能又有新的进展。好，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继续谈。好，我们再带大家来看现在伊朗的态度。目前看到的革命卫队有说如果冲突将继续这个就会启用新的作战方法。好，这新的作战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如果冲突继续，伊朗会展现敌人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且启用敌人难以对应的这个作战方法。好，没有讲到细节，当然嘛，要卖关子就一下讲完的话，那就让你知道了嘛。但是呢，他讲了这句话，确实留下了一个伏笔毕竟在这场仗上面没有美方想的这么容易。好，那我们看到了现在停火期限倒数，也说美国跟伊朗可能要进行第2轮的谈判说在16号的时候可能就会举行。好，那我们看到了美国副总统范斯也特别讲说与伊朗谈判已经获得大量的进展，说第2轮的谈判球在德黑兰的手上，说在伊朗的手上。好，那川普也报说伊朗是主动求和好，说急着达成协议。他是自己讲说周一的早上接到了伊朗方面的电话，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他还有意无意的把这个封锁伊朗港口这2件事情合起来看。好，
好，那当然伊朗说必须要放弃这个核武，好，如果他们不同意，川普说就没有协议可言。好，同时他又提到了一个人就是习近平他说我还没有跟习近平对话，但他希望看到伊朗战争结束。谁不希望看到伊朗战争结束呢？如果把习近平遮掉变成谭一伦的话，我也希望看到伊朗战争结束但是大家就觉得川普每次都这样子很明显的就是他在幻想一些情节啦那美伊谈判现在惹毛伊朗有一个内幕这是《纽约时报》引述了知情官员说，美方在谈判当中有要求伊朗暂停浓缩铀的活动长达20年。好，但是伊朗在13号回复说我们最多只愿意接受暂停5年。好，那这件事情美方当然不满嘛，所以川普说是已经拒绝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议长，他就说其实我们有释出善意我们曾经在美国跟伊朗谈判期间呢，我们有准备将450公斤的浓缩铀进行稀释，展现我们对你们的善意，但是美方退出了谈判。好，这是伊朗的国际电视台报道说他们的副议长有这样子的说法。好，那目前看到的因为刚刚这个川普不是讲到了还没有跟习近平对话，但是他说习近平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所以目前大家也很关心川习会。好，那现在看到的是王毅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13号的时候有跟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了电话。好，当然也是说当前伊朗的停火局势是十分的脆弱，那当务之急就是希望全力的避免战端重启。那南华早报则是引述了分析家的报道说川普封锁荷姆兹海峡，那迫使北京陷入一个政治两难，而且可能会破坏川普跟习近平即将举行的峰会。那末日博士这位经济学家卢比尼他则说，中东的冲突看起来可能没有办法在5月中旬，就是川习2个人会面之前结束，所以中美元首的会面他觉得可能会再推迟那当然因为这场战争如果没有打完还在谈判或是有一些冲突的话，恐怕真的会影响美国跟中国这2个元首的一些会话跟这个见面。那美国说即将封锁管制荷姆兹海峡，现在北约国家也表态了，包含英国、法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周一都说我们不会参与美军的这项封锁行动。好，那除了美国跟伊朗之外，我们还是持续的关心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因为呢本来说要谈嘛，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又打起来了。以军说他们打击了150个真主党的目标，他讲的是过去24个小时之内可见他想要宣称就是他们炮火有多猛，而且并计划要占领离国南部的一座重要城镇。他说打击的目标包含了军事设施、反战车的飞弹据点，还有恐怖分子的指挥中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前几天有特别讲到黎巴嫩很多的平民受伤所以恐怕以色列的这个欲望跟野心不止好，那开打预告嘛，以色列现在说跟伊朗停火可能很快结束。大家看是停火很快结束，就代表要开战了好，所以呢，纳坦雅胡就有讲说跟伊朗的停火可能很快结束，就被视为是战火重燃的预告。那现在真主党也呼吁黎巴嫩不要再跟以色列谈了啦原本是14号可能要有一个和谈的这个对话机会，但是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发表了电视谈话。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نحن نرفض المفاوضات مع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غاصب. هذا التفاوض إذعان واستسلام وتجريد للبنان من قوته. نحن ندعو والفرصة لا زالت متاحة إلى موقف تاريخي بطولي بإلغاء هذا اللقاء التفاوض، لأنه هذا العدوان ما له حل إلا الاستسلام أو المواجهة. استسلام ما فيه، إذا حدا مفكر يستسلم يروح يستسلم لحاله، أما نحن فلن نستسلم، سنبقى في الميدان حتى لو بقينا إلى آخر نفس。好，他说会坚守到最后一口气你可以看到这个真主党的领袖他确实相当的生气那我们再看回到了就是伊朗因为伊朗最新的消息是革命卫队又有喊话了。好，我们让先问将军怎么看？
黎巴嫩真主党哈，这个我先说明一下，可能有些观众不是很了解。黎巴嫩是一个国家哈，叫黎巴嫩，它里面有个政党叫真主党哈。那黎巴嫩政府根本就管不住这个真主党，真主党是自己本身有自己的武装跟力量，所以说以色列去找黎巴嫩政府谈是一点用都没有哦，因为真的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具有战斗力也真的有武力的哈，是真主党，是他黎巴嫩政府里面一个真主党。那为什么我认为这次啊，真主党一定会跟你力拼到底，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其实真主党已经被以色列按在地上摩擦了，那时候他的所有真主党的这个领袖人物哈，这个部队的指挥官大概都被 BB 扣的方式斩首都已经被干掉了哈。但是这次这个为什么说真主党会这样？第一个哈，真主党跟伊朗两个人的关系，你可以说是不只是大哥小弟的关系，根本就是唇齿相依。那伊朗如果说这次倒了、灭掉了、被打败了，我跟你讲，真主党也活不下去，因为他后面的这种资源就完全没有了嘛。那如果说真主党被这个打趴了哈，那伊朗来讲少了一根右手，他这个战斗力也会势必会降弱，这是第一个。那以前来讲的话，大概伊朗跟以色列这个顶多是去年那次大家互相用轰炸或者用导弹攻击的方式打了一轮，没有真的是伤筋动骨，还不至于就这样。但这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跟美国联合起来打伊朗是打得很狠了，可以说是这个伊朗虽然说可以顽强抵抗到现在，展现出他的韧性，但是不可讳言哈，他也受伤很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被打趴了，我跟你讲，真主党也活不下去，这是第一个，他一定会力争到底哈。第二个，真主党看到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加萨走廊，他看到以色列这是对加萨走廊，从去年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现在在加萨走廊对这个几乎是说一种种族灭绝的屠杀哈，里面的这种人民来讲的话，老百姓来讲，大概只有3种死法哈。第一种就是要不然就是被炸弹炸死，被机枪打死；第二个是没有药被病死；第三个是没有食物饿死哈。现在巴勒斯坦不是在加沙地区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吗？我们每天只看到一个数字啊，今天总共加起来死亡3万人、4万人，只是这个一个数字而已。那但是问题说我们在外面看到是一个数字，但真主党看到什么？是切身之痛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如果说不奋力抵抗，那将来会不会我们也沦于跟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一样？如果让以色列这个进来的话，那我们自己家园、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老婆、我们自己小孩子都会被以色列人屠杀。所以这次我相信真主党是用尽全力在打。那当然，这次真主党打跟以往不一样的，因为伊朗那边这个用导弹的攻击，加上他这边的助攻，等于一个主攻一个助攻啊，确实是造成以色列这个要进入这个黎巴嫩南部的部队吃到很大的苦头。那听说很多的坦克也遭受到真主党的团灭伤亡事实上也非常惨重，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好，赖教授怎么看？第一回合双方的举手势都比较高啊，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的策略嘛。但是我们要观察的是说这个有没有破裂？结果没有破裂啊，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彼此之间没有宣布谈判破裂，只是说今天谈判结束了，但是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各自回去了。但是当高层的人员离开的时候，他们的外交官、事务人员还留下来，那是代表什么？在当天就代表他们要继续磋商有意思要继续谈的意思。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发现这个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没有马上就开火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停火这2个礼拜还是有效。那即使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停火有效，这个就放出很多讯号了嘛。那我想我们台湾的现在大家的股市的心脏都很强大了随便都涨个500-600点、700-800点都不在话下。这代表什么？台湾人的韧性很强就不怕你们这些因为都知道川普最后还是会踏狗嘛。但是这个举手势很高以后，现在马上要进行第2回合的一个谈判，因为第1回合是3轮，21个小时。那现在进行第2回合的谈判，我们不知道双方会派出什么阵容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斡旋已经开始展开了。大陆跟巴基斯坦的斡旋已经说，那是不是继续维持停火？因为这个是大家都欢迎的嘛。那如果能够让停火不但是2个礼拜，还能够再往下走下去，那这个对于美国好，对伊朗好，对中东地区大家都好，不要再打了，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事情。我们也看到这个阿联酋的王储已经到了北京去了。
也看到了俄罗斯的这个外长也到北京去了，也看到西班牙的首相也到了北京去了。那也就是说，他们全部都到北京去，也就是都在谈很多的事情，也都有谈到中东的问题。那么拉夫罗夫俄国也跟中国大陆也会谈中东的问题，阿联酋也会谈，因为王储就是跟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一样，也是未来的接班人，也在谈这个中东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来看的话，美国的举手是第一个这么高，可能会放下来一点点了。那么伊朗也可能会放下来一点点。目前卡在几个部分，第一个其实不难解，全面停战，赫尔木兹海峡就没有理由要继续封锁了，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浓缩铀的问题，你要解决的话，你就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因为当初就是浓缩铀谈制裁的问题嘛。所以你如果不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你何谈浓缩铀解除呢？所以这些问题其实不难，只是看美国的想法而已。好，教授怎么看？我提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想法，我认为和谈无望啊，为什么呢？我的观点是，以色列不愿意你谈和，这是个最大的变数。大家要了解，现在美国的内部很多人觉得，什么川普表现得像被以色列的总理纳坦尼亚胡骑的一个狗一样，应该说是马了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呢？因为他手上拿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爱波斯坦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发展的非常诡异其中的话呢，从参战开始到现在的话呢，这边讲的一个消息我觉得有2件事情是非常奇特的。第一件事情的话呢，明明是在停火期间的，而且伊朗讲明了是要整体性的停火，意思就是带着他的小老弟就是说在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叫赫兹波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以色列的话呢，不打就打的是这个真主党没错，但是这一次直接轰炸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哇，这不得了！轰炸的时候那个钻地弹杀死354个人死350个人，死1000多人这是不得了的记录那让黎巴嫩感觉到这没有办法活了。我们在成长过程，这个贝鲁特是小巴黎现在变成这个鬼样子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以色列这边的纳坦雅胡讲得非常清楚，他从头到尾就不认同停火啦、协商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伊朗的话呢，一定要让伊朗的话呢更换政权，一定要让伊朗呢没有办法生产它的这个浓缩铀，而且一定要让伊朗的话呢必须要认输。那以色列要打到底，因为我片面得到讯息也看到照片，大家在网上可以查一下，以色列现在军队里的徽章除了以色列国旗以外，有个大以色列的地图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会知道了。就是说以色列是这一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变数。那至于说是黎巴嫩真主党，那现在的话呢，刚刚将军讲的说那个抵抗之湖包含了这个除了伊朗他们什叶派的，然后伊拉克的什叶派的，叙利亚的民兵，还有这个真主党的，以及加上原来哈马斯的，还有这个胡塞武装的，他们都必须要彼此抱团，一起要干到底。那以色列要一次把他们全部干掉。所以这一场的话呢，在谈和当中的过程当中，那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好谈的，因为以色列如果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能够有办法把这个川普拉进来这场战争，他就不会要这么轻易的结束那为什么不让这个结束呢？因为他觉得把美国拖住以后，让美国有这个实力，那就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要把这个战争打得越狠越惨越麻烦，那伊朗也不愿意，跟着伊朗的小老弟也不愿意，那这个战争只好打下去。那你这个谈和的结果，你看到上一次范斯跑去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大家心里看得明白根本讨论21分钟，一开始就讲到伊朗那边就是一个小女孩，4张小女孩照片加书包。那美国那边的话，开口闭口就是你要什么听我的什么的，而且原来讲的伊朗10条作为基础，现在也不承认那怎么谈呢？所以这个第2轮的这个谈判虽然16号可能就要举行了，但很多人还是认为蛮大变数。好，不过因为现在停火是14天，还有一些时间，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川普在第2任期的时候追求的是他的历史定位。好，除了之外呢，他还自己造神
造什么神哦？很多的基督徒看到整个大俩公哦，因为他发了一个这个 AI 图，然后你看这 AI 图很明显吧，有光哈，有美国国旗，他身上还披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外套跟衣服哦，他就是自己说这个似乎是耶稣啊，因为这个合成照非常像啊，这是惹怒了保守派，所以他就赶快删文呐哈，但是他说啊，不是啦，不是什么耶稣啦，那是谁？我们来听他怎么说。Mr. President, did you post that picture of yourself depicted as Jesus Christ? Well, it wasn't depicted. It was me. I did post it, and I thought it was me as a doctor, and it had to do with Red Cross as a Red Cross worker there, which we support, and only the fake news could come up with that one. So I just heard about it, and I said, how did they come up with that? It's supposed to be me as a doctor, making people better, and I do make people better. 真的是这样吗？我倒是不相信啦哈。好，当然这12号深夜发布了，然后当然很多人是抗议说亵渎神明哦。之后，那当然川普13号就删除了这个文章跟这张图片。然后呢，川普呢当然发布了这个部分哦，其实很多支持者都看不下去了，包含保守派的记者兼评论员巴山哦，他说总统是不是觉得自己在搞笑啊？还是受哪一种物质的影响，或是他到底能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令人发指的亵渎行为哦？说必须要撤下这张照片，先向美国人民道歉，接着再向上帝请求宽恕。话说的蛮重的齁。好，那当然遭川普很呛很糟哦，现在教宗跟川普是直接隔空杠上了啊。好，那教宗梁14世13号的时候说啊，虽然他受到了川普的攻击，但仍然计划继续的公开反对战争。好，川普骂教宗哦，又发了 AI 的耶稣图，现在惹意删文哦，连意大利总理啊跟他都还不错的梅诺尼啊，也是罕见的批评说不能接受。好，其实川普最近的这个行为真的有点乖张啊，他是不是在复活节那天不是这个打了很多社群平台的文哦，也是都讲脏话，很多人也觉得非常的不妥。好，那现在呢，匈牙利的总理奥班败选啊，大家就说这代表什么？代表川普主义变成了一个票房毒药啊！匈牙利大选尘埃落定了，但是总理奥班所属的亲民盟是惨败，结束他16年的长期执政。好，选前我们还看到这张图哦，副总统范斯哦，这美国副总统范斯到了布达佩斯来助选。哦，川普的言辞也很激烈哦，是在 True Social 的社群平台上面发文说，快去投票给奥班哦，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斗士跟赢家。结果果然是个票房毒药哦，这不发文可能还好，一发文哦，这个选票都跑走了。那现在看到罗马尼亚的欧洲议会议员呢，索卡阿卡是说，美国的高层人物在选前访问匈牙利，绝对是重大错误。那他也批评奥班说啊，你既然邀请造成世界大混乱的美国人来站台，那现在也被 MAGA 斗士哦和这个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奉为指路明灯的奥班哦，承认败选了，那打断了川普想要推动全球民主主义复兴的势头。那现在美国的民主党人则是欢呼说啊，今日是奥班，11月的时候就是川普。为什么？因为美国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好，看到啊，他们这个民主党的领袖啊，有特别讲到奥班败选之后，那国会中川普马屁精跟 MAGA 的这个极端分子，11月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那我们现在看到西班牙则是到了中国大陆来访问，14号的上午，他跟习近平会面了哈。好，那当然这位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那习近平也有回赞说啊，我们共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那桑切斯有在清华大学演讲，也来听听看吧。Como Occidente lo veía, con Europa en el centro y Asia en su margen derecho, en los confines de la Tierra. Ha pasado más de 400 años de aquello, más de 400 años. Pero todavía hay, por desgracia, gente que sigue viendo el mundo como aparecía en ese primer mapa, distorsionado por Ritchie.
好，这其实也是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第4度的到了中国大陆哦。那当然，他也说啊，这个西班牙将中国视为当前混乱局势中的稳定力量，也引发了白宫的不满。好，那目前看到，除了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之外还有包含的是阿布达比的王储也访中了，14号上午的时候也跟习近平会见了。好，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也应王毅的邀请到中国进行访问。那14号，越南的总书记暨国家主席苏林上午也抵达了北京，接下来也是4天的国事访问。好，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各自到了中国大陆这边来跟习近平会面，当然谈生意也谈很多的交流。好，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也就是川普的这个举动真的是惹怒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先问赖老师。川普所播出来的这个图片跟说明，坦白说是已经太超过了啊！他不只是超过一点，他是太超过了啊！而且很明显的，他公然说谎，因为所有的基督徒一看到这个图，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因为在圣经，尤其是在新约里面，他已经有写得很明白。那耶稣基督他有治病的能力，他会按手祷告。那他有很多的神迹啊。叫这个不能站起来的人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很明白。所以一旦他把这个图放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你超过了，你自以为你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没办法被接受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自己又出来圆谎，圆不了了，然后还是要把它拿下来。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已经走到了这个已经有点歇斯底里、有点疯狂的一个地步啊！这个 MAGA 也很难再挺他了。他目前来讲，把自己越搞越糟。他搞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原来的 MAGA 的始终者开始都觉得你已经超过了啊！而且跟教宗的这样的一个对教宗的批判啊，教宗他主张和平，他反对战争。然后他更讨厌有一些人假借宗教之名来进行战争，所以他说宗教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这个就是打脸了范斯，打脸了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而当川普说没有我，你怎么可能当教宗的时候，这个已经惹恼了欧洲的梵蒂冈，不只是梵蒂冈，因为也必须要让梅洛尼他要表态了。为什么？因为意大利天主教还是主要的力量，法国天主教还是主要的力量。法国虽然他们的规定宗教不能够进入学校啊，这个国家啊，这个不能有宗教化，但是问题就在于在民间的信仰中，天主教徒占的比重大，比基督徒大很多啊，主要还是天主教徒。那你想，意大利是如此，这个法国也是如此，波兰也是如此。它本身跟教宗这样的一个叫板，它会使欧洲的更多的人对于这个川普跟他的团队会有意见的。另外还有一个部分里面，我倒觉得这个现在的欧洲人真的应该要谢谢川普了，因为过去是川普也好，范斯也好，他都逼着这个泽连斯基说你要对川普说谢谢，他要欧洲人你要对川普说谢谢，他要这个吕特你要对川普说谢谢，他每天要逼着欧洲人要跟川普说谢谢，欧洲人讲这句谢谢讲得很难受啊，因为被逼出来的嘛。但是现在欧洲人真的要真心实意的说谢谢你川普，为什么？因为欧洲人本来一直困扰这个极右翼，他们的势力一直在膨胀，现在这个匈牙利的极右翼的挫败，它会使整个欧洲的极右翼受到挫折，这个他们应该要谢谢川普了。好像很奇怪哦，川普怎么会一直在宗教上面有一些这个冲突？其实每个人的信仰都必须要被尊重嘛。苑老师，我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毕业的，我们学校600年，今年刚好是600年。我在天主教的氛围下长大，就是算是10几年嘛，时间的话呢，我非常了解。川普做这件事情的话呢，这确实是不可以理解啊。首先的话呢，他跟教宗之间，这个教宗批评他，为什么？因为那个复活节那天，复活节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复活节非常重要。他那边讲 Praise to Allah 就是川普自己的讲，然后那边讲一大堆脏话。然后教宗讲说，你这个启发战争的话，你没有理由再谈什么别的事情。然后他对教宗讲话非常的恶质啊。对，那就这个川普本来对教宗就是打扮成这个样子拍了张照片，跟这里面讲的假扮耶稣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这个是极其侮辱，在全世界有10几亿的天主教徒，美国波兰裔啊、意大利裔啊、
拉丁美洲人呐，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更不要说是原来天主教就是涵盖全世界。那在欧洲的话呢，原来像法国啊什么的，他们都是以天主教为主。加拿大的话有很多法国的移民，他们都是以天主教为主。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侮辱宗教的话呢，是一个其实讲起来真是神经错乱。那你现在假扮耶稣，这个简直真不。假扮耶稣，你真的是侮辱人家到了极点。你自己，因为刚刚这个议员问到我说，这个宗教本身要尊重，对。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要搞这种事情来，就是因为他老婆前2天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在白宫里面念了一段话，说他跟那个爱泼斯坦他老婆梅拉尼亚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个朋友。然后他一讲完话以后，哇，他跟那个爱泼斯坦的照片全部都弄出来。我跟大家强调。川普这个人，他不是不懂他的 MAGA 里面绝大多数都是非常非常信奉基督教的人，尤其是像前阵被打死的那个 Charles Kirk，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以传教为名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他还活着，看到川普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话，他一定会站出来谴责的。那川普现在搞这种事情，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天的焦点都被他带着东跑西跑，就是忘掉了大家是爱泼斯坦。我再强调一遍，川普这个人，他的人格有问题，这个是他的智商有问题，他的道德有问题之外的话呢，他现在用了办法要制造话题啊，他要用侮辱宗教，因为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宗教的环境啊。我在欧洲生活的那边是一个宗教的环境啊，那么宗教的环境当中，你什么都可以侮辱，比如说你到了西安的回民巷去的时候，你不能够跟他们餐厅里面点一道爆炒猪肝的，那么开玩笑要揍你的，杀你的，对不对？那个开玩笑对，你要懂这个。川普这个他自己作为每次在教堂里头都翘着2脚，手上捏几张钞票什么的，宗教性格一点都没有。但是他这次假扮耶稣，又跟教宗搞出这种争议的话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转移话题。对，完全是踩到了这个红线哦。好，当然这个欧洲啊，还有这个像是我们看到澳班的部分，我们也问将军。其实这次澳班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是川普帮他助选，所以才让他这个低票落选他不是高票，他跟当选的那叫马扎尔这个票数差了很多。那个马扎尔大概得票率已经到57%以上，他只有30几，所以很大的落差。可是大家会想说，这不是澳班他新的这种领袖澳班他的马扎尔他的政治的主张跟澳班一不一样？其实2个差不多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这个马扎尔他只是算是中间偏右，他也是右派，澳班是极右派那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这个匈牙利我们都知道，以前中国大陆到欧洲去的话，大概投资的第一站都是从匈牙利开始嘛，然后给中国很多的这种方便跟好处，所以中国企业经常都在那边落脚，包括到宁德时代这些电池等等那这个马扎尔有没有？他还是一样，他说人家访问他说是对中国大陆经贸有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没有改变，还是一样，我们还是很欢迎中国到我们匈牙利来投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说政策上面没有重大改变，那纯粹就是澳班因为是被美国这个川普助选的关系，大家包括匈牙利人把你跟这个川普归为同一类人，所以说是你背后的影子就是川普，所以大家因为不投你，所以把票投给这个马扎尔。那另外我们看西班牙这次这个他这边西班牙这已经是第4次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了这个宰相他来中国的次数是非常频繁。那为什么？我觉得西班牙这时候跟中国最重要的是一个，就他自己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他一定很需要中国大陆开放市场，让他们西班牙人去投资。那我跟各位讲，你知道西班牙最好的是什么？他们最希望卖到中国大陆的是猪肉，你知道西班牙猪肉，对。但是中国大陆因为很多人吃，中国人饮食习惯会喜欢吃猪杂啦、猪耳朵、猪头皮这些东西，拿来卤一卤当下酒菜很好。那西班牙人自己本身不吃他又生产很多猪。当这些猪最好的是像猪头肉、猪耳朵啊、猪头肉这些能够销到中国去对西班牙来讲是很好。